4.6 的卡池是2个鱼人众和一个前鱼人众，加上一个长得很像鱼人众执行官，但其实是个老中医的组合。好，随着旅行的深入呢，鱼人众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喂。那么这4个角色我们该如何选择呢？说破天，我觉得还是看需求，有需求就抽卡，没需求就养生。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4位角色能满足玩家的哪一些需求。首先，仆人作为新角色，第一就是尝鲜的需求。有好奇心的收藏类玩家，那4个角色都要入手的，而其他类型的玩家就见仁见智了。你说是个偏 XP 的玩家吧，那么仆人在剧情的塑造是一个冷静干练有手腕的大姐姐，该压迫的时候有压迫，该合作的时候有合作。整个角色当前的塑造我可以给到7分，剩下的分数呢就要看传说任务了，只要不拉垮，肯定是可以让 XP 玩家满意的。另外在外观上也十分的飒爽，战斗效果看起来有些疯狂，单个的翅膀看起来有些非主流，但没有关系，我最喜欢这种。而在功能性上，仆人在大世界有一定的优越性，在这个卡池就仅次于流浪者了，有一定跨越地形的优势，而且轴很灵活，在大世界的遭遇战中呢，启动成本很低。当然我觉得横向看这个卡池，每个角色在大世界多多少少都有些特长，所以仆人的大世界功能呢也不能算特别突出。那来到最多人关注的强度上，由于现在强度玩家的评价标准已经来到了龙王级，所以呢会得出仆人在输出机制上不行的结论。但是龙王级说白了只有一个龙王，有了龙王是因为还有另外一条路的呀。那么龙王之下的对比，仆人真的不行吗？并不是。所以说白了，不如龙王只是不想抽的玩家给自己一个不抽的理由，而不是仆人不行的理由。那么客观来说，基于仆人这套攻击模组和设计，强度肯定是在线的，攻击范围也不算小，能组的队伍也很多。只不过在以数值为标准的强度评价体系中，仆人并没有不可替代性。而如果玩家更关注玩法，那么之前说过的，在火 C 中横向比较，仆人的优势就是操作简单、轴灵活、封单的数值，所以仆人适合想玩火 C 但没有火 C 的玩家。然后是林尼，林尼这个角色呢，我肯定是属于一个深度玩家。首先他的塑造，我认为还是可以给到8分，虽然是个愚人众间谍，但在游戏中更侧重塑造的是林尼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大哥哥，对家人十分关注，是个友好温柔的魔术师，让人喜欢不讨厌，技能动作呢也比较优雅。但是到了战斗方面，最大的劣势是蓄力弓这个定位，倒不是说强度不够，而是有一定的上手门槛，有一定的练习成本。以我个人来说，在 4.0 刚抽到林尼的时候，我拿它打深渊，因为不习惯，打一间需要2分钟，但熟练之后，同样的一间时间就能缩短到50秒，所以玩家本身的熟练度和操作对于林尼的输出能力影响很大。另外，林尼是非常刚需抗打断和持续治疗的，所以玩家的角色池里，钟离、北斗、迪西亚等护盾角色至少得有一个，能持续治疗的奶妈也至少有一个。组队的变化比较小，通常都是根据辅助的类型来选择打法。比如带万般钟打高爆发的画地为牢，或者组下卧垒解放移动范围去打持续的输出。所以林尼是一个有自己强势一面也有弱势一面的角色，从角色设计的平衡性来说做的还是很不错的，有属于自己的操作乐趣，比较适合喜欢通过练习来提高自己队伍伤害的玩家，还有就是喜欢蓄力喜欢放风筝打法的玩家。那如果玩家纯粹想要放松娱乐打得爽，那还是选择草星九和龙王，林尼是不合适的。那么上半卡池结束，我们来到下半是咱们大世界能力 T0 的流浪者。流浪者这个角色的塑造呢，我是不敢给评价的，因为现在这个角色两边的魔阵人都很多，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情绪输出阵地，想做中立的剧情人物讨论是根本没有余地的。那从这方面来说，算是人物塑造的失败，而导致这种失败最核心的是断章。剧情在没有给流浪者安排一个合理结局的情况下就戛然而止，势必导致玩家观点的针锋相对。而当玩家口无遮拦，从攻击角色上升到攻击玩家这个层面，那就进一步的让流浪者这个角色的路人口碑变得更差。只能说魔阵玩家编剧没有一方是无辜的。那抛开塑造这一层，流浪者的技能和大世界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复杂的环境时，比如说有个小河，有个沟壑，有个山，那么当下也只有闲云和流浪者能扳扳手腕，各有优劣。而在战斗上呢，主要的劣势来自于对于满命发露山的需求，以及组队的固定性。因为对于抗打断，流浪者也是比较刚需的，所以他的队伍通常就是一个发露山加上一个抗打断的盾斧或者什么队友。那么放眼 3.0 的时期，流浪者的伤害还是不错的，但来到封单，数值的优势就不够凸显了。那其实他和林尼差不多，属于主流上并不怎么认可，但认可的玩家游戏体验又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在战斗上，我自己的体验比较少，我会认为更适合看重大世界跑通能力的玩家去选择。
而总结这个卡池的3个输出角色，在强度上的不可替代性呢，其实都不强，因为这3个角色本身在队伍中扮演着输出的核心，而输出这件事呢，在原神中又是最卷的、最不缺的，所以很显然，这3位输出角色在选择上还是XP优先，喜欢哪个抽哪个，不喜欢就不抽。但是我们长相酷似执行官的白大夫那就不一样了，虽然被玩家吐槽紫秋裤洞洞鞋，我是白竹你记住，但是白竹的人物塑造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充分体现了医者仁心。没做任务之前我爱答不理就是个奶妈而已，做完传说任务我反手就是一个 respect。形象塑造我可以给到8.5分的评价，而在功能性上呢，每6秒1次的全队回血配合弗妮娜含金量迅速提高，白辅组合已然成为枫丹版本的答案组合之一。虽然我们知道奶妈的含金量呢都是夫妇抬高的，那另外大招这个若有似无的护盾，虽然挡不了伤害，抗打断也不稳定，但在实战中还是能有效的降低被击飞的次数。所以白竹算是一个人占了挂草、回血、增伤、抗打断的魔，而且2命能作为一个完全不在场的存在，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样一个角色，你说他没有价值呢？我觉得多少有些违心了。只不过还是我们这期的主题，有需求就抽，没需求就不抽，因为奶妈的选择还是有很多的，赛道分的也比较清晰，那就比较适合手中一个全队回血奶妈都没有的玩家，以及深耕草元素体系的玩家。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4位角色呢，白竹的功能性是最强的，所以需求也是最明确的。仆人、林尼、流浪者作为输出角色，强度差别呢不是质的差别，所以看XP。对老玩家来说，如果 4.6 对于仆人不感兴趣，那么就继续养生。而对于处在强度上升期的玩家， 4.5 肯定抽了龙王， 4.6 的角色呢，如果是想组时下流行的百万伏特，那么白竹就可以去补一下。那如果觉得原石不够，白竹和弗妮娜还是选择伏。如果有伏了，想要组2队，仆人是3位主 C 中最适合的。那该说不说，枫丹即将进入 4.6 版本，按照惯例，剩下的也就只有 4.7 和 4.8 两个版本就进入纳塔了。而已知的新角色还有克洛琳德和西格文没有上线，那么原石管理也就逐渐重要起来了，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零氪玩家、资源少的玩家。好的，那么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